Hello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都是到某一部分戏的时候到现场然后再去看感觉，看周围环境，然后对戏对下来，看哪些地方要加哪些地方比如抠一下脚趾头就之类的。万里其实，我觉得它比较轻松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可以顺着剧本走，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所以进入战场之后，反正底色都是懵懵的、害怕的然后再加上一点自己那个投弹的技能，然后但其实这个成长节点，因为有3个剧组、3个导演组，然后每一部分大家都会有各自想加入的点，各自想就是互相沟通、互相那个承接的时候，可能会需要严谨一些。然后对于万里来说，他有些成长的节点，这么长时间下来，将近半年，有一些节点在剧本来回到各个组之间来回变的时候，它会有些模糊。但幸亏看现在电影剪下来，我这个担心还比较没有出现。我要最感谢那个辛兴里最后对着外国士兵，然后跟谭子维说那一段话，那一段可能就是现在万里给大家展现到最后成长了的样子。前面就是一次战役成长一点点，一次战役成长一点点。小山死的部分，因为是他第一次进战争，第一次见到人死，所以那个部分对万里的震撼会更大一些。然后后面一路成长，一路见，然后见到身边这么多战友走掉慢慢万里他其实是有一点逃避，有一点想换掉这个不舒服的状态，所以他开始想成英雄，想当英雄，想寻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所以慢慢有点杀红了眼，就是在战争里面一个小孩已经不管那么多了。幽默的部分就是需要跟对手演员配合起来。我给万里就是他虽然很冲很猛，但其实心底里是善良的，就是他因为见识不太多，但是他是一个底色很纯净的这么一个孩子，所以他的那些幽默感其实都是来自于啥也不懂。只要这点抓住，那在那些老兵那些荷尔蒙的那个氛围下面，万里他自然会，眼睛也会不一样。千里走了10年，然后就是会有点恨他。然后二哥回来之后，其实也想证明一下自己，因为其实就处在那个就是很冲，然后啥事儿都就处在那么一个年纪。然后江边的话，他其实施展不开自己的拳脚，因为他属于小孩子王那种，他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是老大，然后就想跟着哥进军队里面。我从演完《少年的你》之后开始进学校了嘛，然后大一大二，反正我现在回头看还比较庆幸大一大二我就是在学校里面读书，那段时间给我的东西算是到现在能有一点发芽的部分吧。就那会儿虽然有些东西不懂，你吸收了一些比较晦涩，而且那会儿还拿不住的一些东西，然后现在慢慢开始，包括在因为剧组是发展更快更迅速的一个部分，你学习到的东西就能在剧组里面得到很快的验证，然后慢慢你可能养成自己的习惯，把这些
所谓的书本上的东西，前人的经验，然后慢慢你融到自己的东西里面。